这次邦尼要一次带来规格相近的 Google Pixel 5以及 Pixel 4a 5G 重点实测，同时也聊聊今年 Google 3支手机的选购建议。除此之外 ，OK Google、Hey Siri、小爱同学，各家的智慧音箱也相继在台推出新品。最后，我们也会聊聊更朝向音质导向的 Google Nest Audio， 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今年 Google 带来的第一项黑科技落在外观。多年来，金属跟无线充电基本上是两个互相排斥的解决方案。只要看到金属背盖，就能直觉想到没有无线充电。所以当大家看到 Pixel 5采用100%再生铝合金外壳，但又有无线充电时，头上应该都不自觉冒出很多问号。Pixel 5之所以能够做到铝合金无线充电，就是挖空一部分的金属机身，放入无线充电模组，最后在外层涂上生物树脂打成平面。以结果来看 ，Pixel 5的确是采用金属外壳，只不过在最外层包裹着一层薄薄的塑胶。所以简单来说，金属只是为了提升 Pixel 5的结构强度，在真正上手的那一刻 ，Pixel 5不论是触感或是视觉都更接近塑胶。但握持时的确可以感受到机身更加扎实，按键也非常紧。邦尼手上的灰绿色、橙色也很不错。不过邦尼还是想问大家，喜欢最终呈现的外观设计吗？底下留言一起讨论吧。而在手感上 ，Pixel 5宽度大约落在7公分，搭配上6寸151克的重量，手感真的不错。至于大家讨论的公差问题，邦尼手上的这支在4个角落的状况都还好，基本上肉眼跟实拍都不明显。已经入手的朋友也可以底下一起讨论啦。除此之外，今年的3支 Pixel 都采用了立体声喇叭设计。不过眼尖的观众应该也发现了 ，Pixel 5没有顶部开孔，这次采用的是类似萤幕下发声技术的解决方案，所以在讲电话时，只要贴近机身，不论正着拿还是反着拿，只要贴紧都可以听到声音。而外放效果究竟如何，邦尼稍后也会有对比实测。而 Pixel 4a 5G 惊喜就比较少一些了，在设计上基本可以说是放大版的 Pixel 4a。接着看到机身配置，今年的3支 Pixel 机身配置基本一致，按键都集中在右侧。Pixel 5则是采用特别的高亮按键，底部的 G logo 也有对应的亮面设计。比较大的差异会是 4A 系列顶部都有 3.5mm 耳机接孔，而 Pixel 5是没有耳机孔的，需要特别注意。SIM 卡都在机身左下角，也都是单张实体 SIM 卡搭配一张 eSIM 的双卡设计，底部也是基本一致，配置了 Type-C 接孔以及底部喇叭。同时，3支手机也都是采用实体指纹辨识，虽然稳定性跟速度都更快，不过 Pixel 5这个很特别的美背，搭配上背面实体指纹，在机身的一体性上就没有这么强了，真的有些可惜。此外，在耐用性部分 ，Pixel 5拥有 IP68 防水防尘，以及康宁6代的大猩猩玻璃。4A 系列则是没有防水，采用的是3代的大猩猩玻璃。而在震动手感上，还是维持 Google 继承的清脆利落，这几支在震感上也没有明显差异。随附配件部分，3支一致提供了18瓦充电组以及 OTG 转接器。再来看到系统及效能，这次大家讨论最多的，一定就是 Pixel 5在性能上不是搭载今年的旗舰 Snapdragon 865，而是采用中高阶定位的 Qualcomm Snapdragon 765G。邦尼稍后也会来说说实际差异。这次台版搭配的是 LPDDR4X 8GB 的 RAM 以及128GB 的储存空间。在 AnTuTu 跑分测试中，拿下了289697分，仅以跑分数据可以参考以下表格。目前看起来 ，Pixel 5跟今年其他765G 机种在跑分上大约有10%的落差。接着来看 Pixel 4a 5G， 在效能上一样搭载 Snapdragon 765G， 搭配6GB 的 RAM 以及128GB 的储存空间。在AnTuTu 跑分测试中，拿下了281480分，仅以跑分数据可以参考以下表格，而完整实测结果也一样可以在 insmart.com 上找到。在实际体验上 ，Pixel 系列作为 Google 的亲儿子，虽然使用的是765G， 但在系统流畅上还是不需要担心。在遇到大型游戏时，调整一下画质也还是可以顺玩。比较有感的差异会是落在录影这类重度使用。其实大家可以发现，采用765G 行动平台的机种，大多是不支援 4K 60fps 录影，即使支援比较没问题的 4K 30fps 录影，也不一定有防手震。
不过大家应该有发现 ，Pixel 5支援 4K 60fps， 在 4K 60fps 之下，也可以启动电子防手震。所以当 Pixel 5要面对 4K 60fps 录影的时候，算力就会受到比较大的挑战，在装置的发热上也比较大。秋天的室外大约15分钟就会强制停止，室内冷气房也只能撑20分左右。而在 4K 30fps 之下，则没有过热的录影限制，所以是可以持续录影的。不过当温度过高，系统就会降低画质进行录影。邦尼想说的是，这个定位的机种支援 4K 60fps 录影其实是超出同级的，也是非常棒的加分项。但不是采用旗舰处理器的 Pixel 5，的确多少受到算力的限制。但也可以看到 Google 已经尽可能在有限的硬体资源内，提供更完整的使用体验。整体来说 ，Google Pixel 5依旧是一支足够日常使用的机种。而 Pixel 5在续航力上也蛮稳的，搭载4080毫安时电池。邦尼也提供2种萤幕更新率下的测试结果供大家参考。首先是 Full HD 加90Hz， 在邦尼的续航力测试中达到13小时51分，而在 Full HD 加60Hz 中，则是拿下了15小时42分。即使开启90Hz， 日常使用也是可以一天一充的。而 Pixel 4a 5G 则是采用3885毫安时电池，在邦尼的续航测试中拿下了15小时55分，也是可以撑过一天一充的。而在快充部分 ，Pixel 5以及 4a 5G 都是随附18瓦的快充。Pixel 5支援器无线充电以及无线电力分享，可以帮其他装置无线充电。在邦尼的0到100%电力测试中 ，Pixel 530分能够充满46%，而 Pixel 4a 5G 30分则是可以充满44%。而完整充满 ，Pixel 5耗时1个小时又34分。Pixel 4a 5G 则是花费了1个小时46分充满，在速度上两者都比较中规中矩。而在通讯上 ，Pixel 5以及 Pixel 4a 5G 都支援 5G Sub 6，不过在频段上 ，Pixel 4a 5G 并不支援 N3， 详细支援频段可以参考画面。此外，两者都不支援 WiFi 6，但拥有 NFC， 可以使用 Google Pay。系统部分，两只出厂时就已经是 Android 11，同样支援全萤幕手势、深色模式、Always on Display 永远显示。邦尼也带一下这次 Android 11几个比较重点的功能。首先是长按电源键，就可以看到快速控制项，你可以在这里直接调整 Google Home 的智慧家居。接着是通知列，现在的多媒体控制项已经整合在一起，你可以透过左右滑动，快速切换 YouTube、Spotify、YouTube Music 等等。此外，你也可以开启通知记录，查看近期的通知。最棒的是，只要你在设定中开启通知延后选项，接着你就可以左右滑动通知列，延后通知时间。其实这次 Android 11在生态的改变蛮多的，但大部分的应用都还要一些时间让开发者跟上，所以就让我们再等一下吧。不过目前 Pixel 4a 5G 的电量显示似乎有小 bug， 剩余电量偶尔会卡住。如果遇到的话，可以试着插上电充一下，应该就可以了。期待 Google 尽快更新。影音娱乐部分 ，Pixel 5采用的是6寸 19.5:9 Full HD Plus OLED 挖孔全萤幕，支援最高90Hz 萤幕更新率，支援 HDR。先不说什么，这个4边等宽的边框，在实际的视觉体验上真的很不错。别小看就是下巴收窄了这么一点，相较起 4A，Pixel 5在视觉上就平衡了不少。邦尼也一次把近几代 Pixel 一起排开，大家比较喜欢没有挖孔的大额头，还是现在的挖孔解决方案呢？而在实际体验当中 ，Pixel 5这款萤幕表现还是非常不错，不需要太担心。而 Pixel 4a 5G 则是采用6.2寸 19.5:9 Full HD Plus OLED 挖孔全萤幕，主要差异是不支援高更新率。也可以发现今年 Pixel 全系列机种都用上了表现不错的 OLED 萤幕，在表现上也都有一定的水准。值得一提的是，从画面上可以看到，这次 Pixel 4a 系列跟 Pixel 5的开孔在尺寸上并不算小，也都是比较接近的。而在外放上 ，Pixel 5以及 Pixel 4a 5G 两者都是采用立体声双喇叭，帮你直接提供对比，供大家参考。
最后来到相机，相较起 4A 只有单镜头 ，Pixel 5跟 Pixel 4a 5G 采用了基本一致的2颗镜头，两只的左边这颗都是 f1.7 1220万画素主镜头，支援 OIS 光学防手震，而右边这一颗也都是 f2.2 1600万画素107度超广角镜头。老实说，超广角并不是非常广，应该是为了录影功能所做的取舍，稍后会再说明。不过这次就没有长焦镜头了。但 Pixel 4a 5G 跟 Pixel 5都支援 Super Red Zoom 变焦算法，但 4A 没有支援。而在自拍镜头上，两者采用的都是 f2.0 800万画素83度广角自拍镜头。邦尼就不多说，我们先来看日拍2张。这边也先说明一下，接下来新的 iPhone 12系列即将登场，到时候邦尼也会再带来 Pixel 5更多的对比实测解析，这次会以样张对比为主。接着是 Pixel 系列最招牌的夜拍部分，这次在 Night Sight 中，主镜头、超广角、缩放跟自拍都可以使用，在低光源场景中也会自动辨识并启动夜景模式。不过在新版的界面中，截取剩余的时间不像过往这么直觉，而少了独立的视觉晶片。虽然说拍照截取的时间一样，不过在背景的处理速度上会比较慢一些。首先来看主镜头对比。而在超广角部分 ，iPhone 11 Pro 没有夜景模式，比较意义不大。帮你提供价位接近的 Realme X50 Pro 供大家参考。而在录影部分，两者都支援最高 4K 60fps 录影。不过因为 Pixel 5多了镜头旁边的一颗麦克风，所以可以在录影时针对画面主体进行收音增强。以下帮你提供一组 4K 60fps 的样片供大家参考。比较特别的是，这次在录影模式中提供了标准、锁定、动态及电影运镜4种防手震功能。标准就是一般的录影模式，锁定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在录影后就会锁定目前的录影画面，即使有轻微抖动，画面也不会受到影响。不过这个模式会自动切换成2倍的数位变焦，为的是取得更大的裁切范围，才能进行锁定。而动态则是类似各家的超级防手震，适合超大抖动，采用的是超广角镜头拍摄，所以建议在光线充足的大太阳下使用。不过在实测上，跟各家的超级防手震还是有进步空间。而电影运镜则是类似稳定版本的慢动作模式，在这个模式下移动，就像是电影一样放慢且平顺，不过就无法录制声音。最后，我们花点时间来看同步推出的 Nest Audio。Google 语音助理、智慧音箱，大家也比较熟悉了。简单来说 ，Nest Audio 就是一款追求音质的智慧音箱选择，采用正面出声的设计，而不是360度，一样可以串联多颗 Nest 音箱，在声音表现上跟 Nest Mini 完全不是同一个等级的对比。Nest Audio 应该也是目前为止智慧音箱中比较注重声音的一款。当然，3000元左右的价格，你或许也有更好的蓝牙喇叭可以选择。但 Nest Audio 毕竟是一款智慧音箱，所以如果你在乎智慧音箱的声音表现，那就只上 Nest Audio 就好啦。而在选购上，其实 4A、4A 5G 跟 Pixel 5定位都比较鲜明了。今年相机还是真的强，尤其超广角表现在同级中真的惊艳。其他部分主要还是规格跟尺寸上的差异，大家可以到现场摸摸实机，依照功能需求选择，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
好啦，因为时间有限，本期节目先到这边。这集还是重点实测，所以有任何问题，欢迎底下留言询问邦尼，一起讨论。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不要忘记订阅邦尼，并且打开小铃铛，及时收到最新的评测通知。当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Instagram 以及 Line@ 找到我们。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啦！